微藻实验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快进来，快进来呀！哎，甭换鞋，甭换鞋，快快来！哎，彭亮来了啊！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哎，你说也是啊，这么年轻，这剩下孤儿寡母的。这气氛有点凝重啊！红叔来了，你们先吃。妈，我开个会的啊。开啥会的？别管他，坐。快坐，快。哎，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什么时候过的？我听江敏说，这房子也找好了，学校也找好了，就等你去了。你咋突然来东平了？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这不要脱衣裳了吗？让他们给抓了差，凑个数呗。啥差呀？指导组吗？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我特好奇。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去好奇，你问问怎么了？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哎，他好奇的事儿，确实是我好奇的。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指导组你接驾呀？你看啊，这连柳运都能想到这一层，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哎，跟我透个底儿啊，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有啥线索吗？哎，你提供给我，就是我呢，等回省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
完查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让我脱，那多光荣啊！我这下边一个单位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你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哈，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5个人，有2都是11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李文珍，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假如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整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多，他暴露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就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洋洋，你别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吃你的饭。先放眼，敬老焦。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儿也是喝水。敬老焦。哎，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不敬老乔吗？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你这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你媳妇不揍你吗？哎呀，这不是一会儿急我就又得家庭暴力了，你这整的就不知道以为我倒的。哎，你这个代理俩字儿，啥时候开始的？挂多长时间？万海案开始2年多了吧？妈呀，2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了，等你回去，你找你老张干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他。我不好奇，你好一下。哎，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这么官迷呢？我是不是官迷，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2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2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一个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了，明白吗？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儿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儿都拿了，那更简单吗？嘿，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你李代理履职2年期间，张文京当庭喊冤，老乔走了，俩事儿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洪副组长，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老乔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重要的是，2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明白吗？
老洪，你也不用东躲西藏，你到底为啥来，我也不好奇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说在桌面上啊，我不管你来查谁，怎么查，我绝对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都吃好了吧？各位叔叔，拜拜。我爸之前对你们都不错，这次你们帮我这个忙，把我爸救出来，我保证，我爸出来之后跟每个人都能涨工钱。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宾馆门口，大声的喊，把省里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我爸就有可能被救出来。我们排练一下啊，就2句话。第1句，万海不是黑社会。万海不是黑社会。第2句，万家是被冤枉的。万家是被冤枉的。万海不是黑社会。万海不是黑社会。万家是被冤枉的。万家是被冤枉的。看什么看？走。走。老板，老万家那小子组织了一帮人找指导组告状去了。唐生，哎，看长生吗？唐生，王总，王总，常经理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那个方向。那边啊？对。唐生，再问你一遍，有没有钱？干嘛呢你这是啊？哎呦我，你为啥不接电话呢？为啥不接？为啥不接？为啥不接？不是，王总，你别生气，你电话搁兜里呢。万条带着人从矿上去东平宾馆了，你现在给我堵在这儿，去路上给我截去。路上截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原则就是不能让他见着指导组人，听明白了吗？啊，快点的，拿衣服，快点去，快点去呀！干啥呢是？黑社会啊，杀人放火呀！抬起来，你办啥事了？钱，啊？欠钱呀？先压着吧。哎呀，哎呀，我救命啊！大点声，再喊！万海不是黑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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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别吵了！再吵吵就死你们！吵吵！都闭嘴！吵吵！你他妈放在！这是干什么？你他妈！主任，您听到什么动静没有？是挺吵的，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看一下。快点，拖走！拖走！你得收拾吧，快点拖走，赶紧走，快一点！我走了。来了！老洪，还好你家小崽子，带我这头给打断了，全走完。小强，你他妈最贱狗！我干不了！你有你下课，我吃小强，没地方，你都别闹事，有种再别跑了。主任，王老师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看来咱们还得再停上5分钟。走。走。
给我。主任，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忘记通知洪老师他们了。是这样啊，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志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对，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1部的3个人。挺周全的。抱歉啊。还没事。洪老师，对不起。没事没事。顺利。对，卷宗已经在2部了，没那么快，我们现在人手也不够，啊，来了啊，好，那就这样啊。哟，郑主任辛苦。谢主任，小白辛苦啊。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添什么麻烦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但万一我确实是来不了的话，谢主任也会全力以赴。对，郑主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各位领导，咱们进去吧，手续都办好。哦，对，李姐，我们既然来了，也想见见万海，可以吗？检察长在这儿呢，应该可以吧？去申请试试吧。好，我去试试。来，先进去。要不，咱们也跟东平看守所说一声，申请一下，或者您跟李检直接打声招呼，咱也过去看看。现在出发，可能还能跟得上郑主任呢。您啊什么呀？不是洪老师，您是冷还是怎么？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咱今儿怎么着得去观察观察。人家呀，不待见咱们，心里没点数啊。好，那咱们现在来这儿干什么来了？领导说了，让咱们来这儿呢，就是观察观察。观察观察。您就观察手机，这手机上有定位是吧？也有导航，它能告诉你这看守所它在哪儿。他能告诉我最近的 ATM 机在哪儿？不是，咱不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咱观察什么 ATM 机呀？咱。对，你说的对。你啊，帮我看看啊，这个点哈，出门往左还是往右？转向了。左。哎，我去取个钱，你去吗？那我先去。来，请进，来。郑主任、王老师，你们坐吧，来坐。啊，别，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还是谢主任坐在这儿。哦，不，那个郑主任，您2位呢是领导，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询问张文静的，还是您2位来吧。谢主任，你就别客气了，联合办案，请。行，来吧。我们开始吧。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1检察部郑亚萍，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
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赵文静，让他们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只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所以，聊聊吧。聊什么呢？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张文静，你太嚣张了啊！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照样可以判你。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张文静，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你喊什么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10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你不要张文静，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具结书？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翻供？他们给我机会了吗？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我想阐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给我说清楚了！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他们就是赤裸裸的血口喷人，是污蔑。谢主任，林姐，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给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谢主任，他当庭敢翻供了，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他不会当一名律师，真是气死我了！他哪有这样子的啊？起码道德底线都没有。不好意思啊，张主任。张文静，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给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这也有吧？认罪认罚具结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你也出去吧，行吗？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指导小组，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说说吧。司法有辩论的空间吧？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2年。乔振兴是什么意思？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捕的。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
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着急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6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你说我进来之前咋不知道？这过去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的半可行，不怪你。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你不能说现在，等会儿，你嘴怎么了？你让万红谁打你了？把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我卡的。我本来以为积压了1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聊。结果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我知道这事儿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是退出，万海就完了。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江队，有事吗？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什么意思啊？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不用，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放着。干什么呀？干什么？老板，你要干什么呀？你想干什么，江红军？张文京，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放着。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要害死我。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不应该。哎，郑主任，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了。这种人就是个送棍。谢主任，怎么？
咱们要学会提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对对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做功课，一定不让关海可以见吗？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去。董老师，这是哪儿啊？居民区。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管那么多干啥？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我让你跟我来了。是，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董老师呢，情感比较细腻，比较脆弱。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你扶着点洪老师啊。这不会是？哎，哥，姓洪那小子去了乔振兴家。方，亮哥。你怎么来了？小敏在北京呢，他说等他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你来了，那就高兴。你是你们检查系统第一个来的，这朋友没白处。谢谢啊，洪亮。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不敢说。老太太都瘫6、7年了，只要告诉她，她才跟着走了，谁担待不起啊？想好了要葬在哪儿了吗？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他死的都不知道。那么靠后的事还没醒。现在就说，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可能家里缺什么？缺照片，穿检服，带检回那种。我想要笑着的，你有吗？王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你放心，目前死不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这位是检察官助理白子妍。指导组的领导们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有什么你说什么，不许耍花招啊！各位领导，
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通亲，我跟他也没法交流，这事儿不能冤枉我。关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儿？这事儿他不地道。你看啊，按理说你字儿签了，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在老老实实待着，那法总都能给我作证。我想得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她年轻又漂亮，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啊。王海，你的口供里说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说说具体情况。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儿我能证明。而且呢，歌唱得也好。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八。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这不实话实说吗？行，这今天省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1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婚姻证给收了。但我就按他说的呢，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这合同呢是张文京拟的，还有我那娱乐城的保安队长把人打残这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汪海，你这些话卷宗上都有。你拘禁王玉这1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我想想啊，没有。你说是张文京拟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过程是怎么样的？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这个领导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那逼迫还能咋逼迫呀？你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吧？找人把他打服了。这是过去多少年了？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了？这位领导哈，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2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那脑瓜晃得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你可能我都记不住了。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请了。学校也挺理解，看他。上万一你身体怎么样了？这点吃饭情况呢？2000了，一口东西都没吃。那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儿饿的蜡黄的，我去给你们下面点，你们都不用动啊，都没事。你们单位出结论了吗？他到底咋走的？明天有空吗？可以有个跟我出去啊！你们单位不是我哥的死亡现场，那个什么河永清河烧纸去，不是宋觉着，觉着我哥这案子有问题。啥问题？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咱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给我
在这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那咱们说一说娱乐城杀人事件。这刘贵啊？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这刘贵他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给打成植物人了。按照你的说法，张文京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哎呀，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不是那个这个领导啊，你别给我挖坑，这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那你知道张文京给了他什么好处吗？那肯定得上价值啊。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钱呢？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江头风波，做人一生坎坷多。兄弟，我心头上有件事啊，那不见孟婆不得过。自古黑白分颜色，别扯放下就成佛。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啊，那坏人凭啥想安乐？为一口气，为一个理，为一场棋，老子走到底。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乱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乾坤下，世事有王法。我要出了门的人，在晚夜归家。我要天上落的云，又回到天上。我要吃着一口饭，守着一夜荒。我要这人间所有道都在青天下，我要造个镜的人兜里有盐巴，要让那亏过心的鬼目中有王法。